家好，今天现在日期是2024年9月10号，那时间也来到了就是中原标准时间晚上9点整哦。那我们这时间点，治国团长已经来到线上，我们就邀请治国团长啦。Hello，为我们开讲，治国团长好。嗨，各位好伙伴们，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哦，今天又可以来跟大家畅谈丛林奇谈。非常高兴，又开学了啊，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忙碌。那尤其小孩子更是开心哦。我今天到学校就觉得孩子们好像整个暑假没有比在上学的时候来的快乐，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天气太过于炎热吧，或者是他们想要参加的活动，并没有所达到自己所喜欢的哦。今天要讲的丛林奇谈来讲，我们从第3篇开始哦。那我们之前大概讲的都蛮快的啦哦，因为也有一些伙伴们有这样的一个提议希望我们把丛林奇谈呢可以把它讲的比较完整一点哦，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精要呢把它提出来。那我在想这个真的都是伙伴们想在这个丛林奇谈每一篇每一节里面的精华的这个阶段的要义里面把它着重出来哦。那比方上来讲我们讲到卡阿的时候，也有人提到所谓的我们童军里面有曾经大流行过一阵子哦，就是跳蛇舞，或者是有关于我们童军这一些萤火里面会表述出来的，是否是跟我们丛林奇谈里面也有相关的哦，然后来跟大家来谈谈哦。那也不是一定绝对要，而是说是不是借由丛林奇谈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哦，然后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片段里面，然后来创新哦，然后来做这一些童军里面可以表达表演或者是体现出来的一种童军精神哦。我觉得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各位伙伴们大家来好好的来浅酌哦，然后来研拟看看哦。好，那第3篇的话来讲的话是卡阿出征哦，卡阿出征的远征。那我们在之前也有谈到蛇这一相关的哦，这一些它的生活习性或者是我们一般民俗有将这个蛇拿来当做一些所谓的药引也好，或者是一些食材也好哦。那这里面的话来讲的话，我之前我也都有谈到过哦。那对于除了卡阿之外，还有那个飞渊哦，飞渊的报讯哦，然后再来这一节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赶快跑。那对于飞渊我感觉在我们丛林奇谈的里面，鸟类的话我们讲的就蛮少的哦。所以说我觉得有关于鸟类的话，应该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去运用在我们团旗会这里面我曾经我小的时候，事实上我曾经也有养过鸽子。我感觉养鸽子的这个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也影响到我非常的多。那因为我们乡下就比较适合了因为也是地广人稀嘛那土地非常的辽阔。那我们在嘉南这一边的话来讲，早年在我还是国小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就是说有人因为养鸽致富的
也蛮多的哦。在早年好像七十年代，我们台湾好像也被世界誉为是赛鸽王国哦，七十年代应该是70年代，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对于飞渊报讯鸟语，那我们丛林奇谈里面我们有谈到过，就是棕熊有教毛克利所谓的我们丛林的语言。那我谈到额外的这个鸽子的话，我也希望说是在不管是我们以前或者是到现在我感觉这个养鸽的这个运动我觉得应该好像也没有被失落过那怎么说？因为养鸽子我觉得在小时候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小学或者国中这个阶段的求学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你个人如果可以养成喜欢小动物我们不管是猫狗或者是什么样的动物，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来养一些小宠物那这个可以呢让自己呢更有责任感之外，然后也会对于这个动物世界可以有进一步的探索的欲望然后跟一些揭开的一些奥秘那尤其像我小时候，我说过我养过鸽子嘛那谈谈说我以前养鸽子的乐趣好了。以前我记得我们放学的时候是下午4点下午4点。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们不像现在孩子们有这么多的游乐的这些器具。那我们以前小时候，事实上一放学，可能第一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是要回去帮忙务农做家事那如果说实在又加上了，就是说因为你有养了小动物就比方我刚刚讲的，我有养鸽子，那我就是第一件事情，我就会想赶快回家。那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会去看我的鸽子，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下蛋的那或者是说开始呢进行下午的一场操练就是说把自己养的鸽子呢全部赶出去自己的鸟舍外面，然后让他们自由去飞。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来讲的话，看看他们飞的状况如何，然后呢也顺便呢打扫一下鸽舍，然后大概1个小时多，然后鸽子一只的回到自己的这个鸟舍那进来之后因为已经也打扫好了，然后也把它的食物也准备好了，然后就再一一的去观察他们我觉得蛮有乐趣的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因为我们在乡下我们也有许多同学然后左邻右舍大概有几户也都有养。那我们也曾经班上同学想带自己的鸽子大家出来展现一下。那曾经呢，我们也有自己就骑着脚踏车骑到很远很远，骑了大概10几20公里吧，反正也是一趟所谓的骑脚踏车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带了自己的鸽子放在自己的鸽篮子里面，然后大家呢就准备吃，然后呢大家然后就来比赛看谁的鸽子先回到自己的鸟舍。我觉得那一段小学的2、3年的那一段时间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了，因为觉得好像自己有养的东西，养了这些小宠物，然后能为自己呢带来一些欢乐，然后也是一种优越就是我自己养的鸽子真的比人家的聪明比人家的性能好飞得也快然后呢我
我真的，那一段时间的话来讲，我觉得放学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哦，然后呢，养鸽子的话，我记得当时的这些费用哦，我们好像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就比方上来讲，我们不是都会帮鸽子配对，然后大概18天之后那个那个雏鸟就会诞生，然后在差不多3个礼拜，将近1个月之后哇，大概那个雏鸟它就会慢慢的成为一种我们叫幼鸟哦，雏鸟跟幼鸟又不一样，就是雏鸟的在进一个阶段哦，然后就可以去买卖，或者是跟自己的那个好友们大家互相交换哦，然后用买卖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把小鸽子卖掉，然后这个小鸽子的这个钱，然后再来买饲料哦，就这样子反正也不会造成家里面太大的经济负担，然后也造就对于这个小动物说实在的喜欢，然后再来就是鸽子的话，除了这样之外的话，我记得那时候也有流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好友然后就可以说，呃就是什么飞鸽传书这一类的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说实在也没有像现在大家都是人手一机有那个呃通信的那个除了这样，就是说没有通信的这一些手机或 BB 扣之类的，或者是现在大家在玩的这些电脑等等。那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说在有了这个鸽子的话，真的都造成了很多方便方便性，因为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可以送他一只。然后如果他找我的话，他可以在他们家里面把鸽子放回来，那大概我就知道，就是绑在脚上嘛，然后把它放回来，然后我再去看我的鸽子，回来了，然后脚上有绑这样的一个纸条，那大概就知道传递了些什么讯息。事实上，这个在我们丛林奇谈里面的这个飞鸢报讯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说实在也可以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我觉得说实在也非常的棒因为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飞鸽传书了然后到现在的话变成是一种爱鸽人士的一种博弈但是我认为啦，如果这样的一个博弈的话不要太过于就是太过于所谓的手段化，我认为说实在还是蛮值得的啦，因为这也真的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喜好在飞鸢传递讯息，然后请飞鸢呢来告诉棕熊伯鲁跟这个黑豹巴西拉，然后去营救毛克利的这个环节里面我觉得真的在我刚刚讲述的这个性格方面的话来讲的话，真的也可以给孩子们带列一些，甚至说是在可以介绍一些所谓的九官鸟或者是八哥我请问一下，大家知道所谓的八哥吗？八哥是什么呀？小德团长，请说。现在那个马路上一大堆，它有就是没有眼睛部分有那种黄色那一种，那种没有翅膀的话有白色线条，在全部几乎黑色的那种。八哥事实上是我们称的那有人
台语叫咖喱，捌听过无？有有哦，咖喱哦。然后九官鸟的话，事实上应该是外来种啊，我们台湾的话并没有这个所谓的九官鸟。那九官鸟的话，跟咖喱的话来讲的话，是我们学习语言最快的一种鸟。然后再来的话，听说是巨型鹦鹉，哦，大型的鹦鹉，有些小孩子哦，也很喜欢小鸟哦。那尤其是针对这些鸟类，那我觉得我们在团集会的时候如果有讲到这一个环节里面的话，都可以把他们带进去哦，那可以让我们在讲述的时候然后在引导的时候更丰富一些。那九官鸟的话来讲的话，听说是有分所谓的大格跟小格，就是说体型较大的，然后较小的，然后听说是越大只的越好教，学习能力越好。那如果是八哥的话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八哥几乎都是外来种，都是因为当时一窝蜂嘛因为他就是会学人话。然后结果说在大量被引进，好像都从印度来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话来讲的话，土生土长的八哥好像越来越少了然后几乎现在我们在外面所看到的这个八哥几乎都是外来种，那也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危害。我们原生种的八哥现在听说好像也不多了台湾土生土长的而且现在进口的这些八哥习性上的话来讲的话，都蛮恶劣的。老实讲，好像一点都不怕人我们台中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他们的长相最主要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喙这个嘴这个喙，好像听说。他们的是比较黄，那我们原生种呢是比较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原生种的话来讲的话，头鼻之间的话会有一个冠会有一个冠，那外来种的话没有，大概可以这样简单的看到的话就可以这样去做区分我大概也有稍微去研究了一下因为也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如果有这个机会性那可以就是现场教学，或者是亲近教学就是刚好看到，然后就可以顺便的来跟孩子们讲那有些伙伴可能也不知道说，这些鸟要怎么样去教，让他们怎么样去讲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尝试过了我有没有这个兴趣过，曾经也有养过。所谓的九官鸟或者是八哥鹦鹉之类的，然后呢去教他们讲我们的话，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机会的话来讲的话，大家真的也可以提供看看那我们家从我舅舅因为我一开始我也都不懂，但是我舅舅说实在他会，然后他就会教，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你就用录音带。录音然后吃饭的时候放给他听，然后觉得他会叫的时候就是他偶尔他也会叫嘛然后就顺便一样按录音带给他听，然后连续给他听1个礼拜甚至半个月然后结果他就会学我们放出去的这个语言，然后他就会去学那通常最有用的时候是要等到他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去放，然后他学习才会更快，就是用饥饿的那一种教导好像所有的动物几乎都是这样来教，像驯兽师马戏团的，我听说几乎也都是这样，用饥饿然后来训练包含海豚这一类的我们也有看过一些影片，几乎也都是你做对了，然后我就丢鱼给你吃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来讲的话，也都可以把这一些小小的所谓的这种的习性然后来跟孩子们
来做一下交流了，我们算交流好了，搞不好他们也有更好的方式。请问各位团长们，你们有没有养过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鸟？有没有怎样的来教导过？有吗？天佑团长，你有养过宠物吗？Hello， 小德团长，你有养过什么？有，过，而且那个话，那个是听人家说的，用那个鱿鱼哦，鱿鱼还是那种，应该是鱿鱼的，它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它板，那种好像骨头的那种东西，一个那个让他们去做，再来说听说那样子会增加他们说话的那种能力。就是鱿鱼类的啦，反正那个一个白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话来讲的话，都可以提高孩子们对于动物们他们的喜好哦，那进一步的去研究他们孩子们说实在的好奇感永远都非常非常的高哦，只要我们引导的非常的有兴趣有兴趣，我相信孩子们都会勇于去尝试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们家里面的环境许可的话我想养个宠物应该都是可以的因为都可以让家庭们的里的气氛或者是彼此的交流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亲子的一些应该要怎样讲就是一种融洽应该都会更好因为透过于这些小动物，然后彼此的去更加的了解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看法，或者是每一个人对于动物的一些感官等等反正我觉得说在如果可以的话在小狼的阶段的话，然后可以让他们尝试去接触，我认为真的都蛮不错的好，那因为这一些的话来讲，都是我们在团体会里面可以额外带入那在丛林奇谈里面我觉得真的有太多方面了，然后都可以让团长们自由的去发挥，然后让自己呢所谓的自己的经验好了，就是自己的一路从小到大来的一些经验值可以给他们有更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些空间。好，那飞渊呢报讯呢我觉得所谓的丛林的这些术语那也额外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如果可以的话学习国外的语言，多国的语言，我认为也是很好，就从这边也可以来引入了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再把我们所谓的幼童军的技能章这个所谓的口语表达那也可以把它带入进去，也非常的好也非常好，看各位团长们怎么样去发挥它去运用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栖养的目的栖养的目的，毛克利呢被这么多的猴子呢往他们的猴子们的这个栖息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事实上的话是古代呢他们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非常雄伟非常华丽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战乱嘛各方面就开始的一些凋萎，就变成了人烟稀少，然后结果就被猴子们占据了。那毛克利呢被这些猴子呢就带到了这个地方去那我们称这个地方叫做猴子镇那事实上的话
这一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偏僻，而且呢也非常的骇人听俗了因为没人敢去了嘛，毕竟是古时候的一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宫殿吧然后被带到那边去的时候毛克利呢，事实上也都是一边装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他已经被绑架了，然后带到了这里。那这些猴子们呢，带毛克利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希望毛克利呢将来可以成为他们的首领然后呢可以为他们呢来建造更强盛的一个王国。这些猴子们他们的一个想法。那我相信孩子们如果有一种归属感就像猴子里面去这样一群的猴子他们所要表达的，那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就是一种归属感，然后就希望自己的团体呢更加的蓬勃发展，然后呢也可以呢更加的强大那所以说讲到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大概我都会希望说自己的孩子们可以将自己的小队自己的团然后能够于精神团结那大家说做就做然后大家都可以同心齐力，然后去做一件事情那猴子们抬毛克利来到他们的地方，然后毛克利呢，事实上心里面也真的是非常的紧张那也不晓得这群猴子们到底要抓他来干嘛但是这群猴子呢，心里面大概的属意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希望呢毛克利也可以成为他们的首领。那在于我们幼童军里面，我们幼童军里面有没有连队长？好像没有对吧？我们幼童军团里面没有连队长，只有各小队小队长，只有童军里面才有所谓的连队长，对吧？那小队长呢，如果是按照团集会大家轮值的话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所谓的执行小队长，对吧？他必须要去扬旗，是不是？然后呢，他必须要在我们团集会之前，然后去准备所有的团集会的器材器具就是变成他们就是我们这一个团集会里面最主要的服务小队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团里面有没有这样做那这一个执行小队事实上是大家轮值的，对吧？比方上来讲第一次团集会是棕熊，然后第二次的团集会的时候就变成是没有，我刚刚讲到是棕狼，然后第二次就黑狼，以此类推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做所谓的服务小队，那小队长的话就是要轮值出来喊吼声那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扬旗的动作这是轮值的。那从我们进凄凉的墓地这一旅的话来讲的话，应该最主要就是说可以讲到所谓的组织我们组织，然后角色扮演。那我们除了扬旗之外，那执行小队的话我不晓得各团的话是怎么样去做运作了那原则上的话来讲，就是这一次的幼童军的这一次的团旗会的话他们算是最核心的啦那也都是以他为最当作是所谓的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所谓的第一小队、第二小队、第三小队这样，应该是比较不符合我们那一种组织的一种表述
就是赋予在我们幼童军里面应该就是有所谓的队名的，没有什么第1小队、第2小队、第3小队，应该是没有这样。好，依我所了解的啦，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这个坟墓里面在这个荒凉的猴子镇，那被俘了，被带到这边了。然后呢，当然食物很重要这些猴子们对于毛克利呢，真的是盛情的招待有得吃，有得喝要吃什么全部都有真的当作是贵宾 VIP 的招待我们丛林奇谭里面的话是这样表述的就是毛克利事实上的话来到猴子镇的话他真的也是过得非常的好那但是为什么毛克利之后他想要离开这个猴子镇？最主要的话还是因为他们2个老师带了卡阿来那也希望说可以救出毛克利但是这些猴子事实上的话也并没有想要加害毛克利那救他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认知或者是大家的一种就是一种认同感吧因为一开始丛林奇谭里面我们说猴子们事实上是最卑鄙的一个动物，然后中雄伯鲁也在上课的时候也有告诫过毛克利千万不要去跟这些树上在跳跃的这些猴子们说实在有任何的瓜葛有任何的接触等等。那所以说我们在教孩子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所谓的这个自我保护开始可以讲起，尤其是我们现在当今的社会真的有时候好人真的很难做。然后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我们身为童军必须要日行一善，然后怎么样可以然后来帮助别人。那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在讲给孩子听的时候，我认为说实在，真的都要有各方面的一些诉求或者是一些叮咛，一定要告诫孩子不是每一件事情你真的都必须要去做，而且事实上你去做了之后，反而还害了对方比方上来讲，我们童军事实上都有受过所谓的童军技能的这一些训练，那包含急救或者包扎这一些等等。我只能讲说，如果是对我们自己人应该是还 OK。那但是如果你对外人，你去做了这些动作万一这一个动作去做的时候，并不是做得很切实或者是很正确的时候，那反而说实在的，我们本来好意是要帮他，结果说实在又造成了他延误到时间然后去就医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嘛，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推广，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有去拿到红十字会的证书证照ENTA 的证照等等因为你这个的话算是大家公认许可的，那你有这样子的话，你去做这件动作，那可能说实在还 OK。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只是一个童军身份，那你自己会，然后你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反而遭人所诟病，那也不一定，因为昨天分享了吴团长秀珍团长他们在国外的一些经验，那也让我想了蛮多的我在这边我也顺便的提出来，他们说坚果类的东西不能吃，尤其是花生在大陆营期间的话来讲的话，他们都不能吃不能让小孩子吃，包含服务人员，反正就是在活动的这个段时间里面都不能吃。那结果说实在，我就去酷狗了一下，原来说实在，这是对于所谓的有一些人
的过敏体质，因为它的血液蛋白里面说实在有那种过敏体，过敏的一些就是血因子。那所以说来讲吃了花生或者坚果类的话，会造成荨麻疹出疹或者一些过敏现象、发烧等等。那所以说他们就尽量避免所以在大陆期间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那也是前有未见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因为说在毕竟这是国外嘛。我在想说可能是黄曲毒素所造成的这些因素，那所以说禁止吃花生因为我们亚热带这些地方的话来讲的话比较潮湿嘛花生比较容易发霉等等的这些所以说会禁止吃这些东西，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昨天听他们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说实在好像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吃花生会过敏的比不高或者是他们欧洲人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体质那但是到我们东方人或者是我们台湾人的话有，但是应该这种几率不高依我所知道的啦，因为我昨天就去 Google 了一下，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真的好奇怪好，那讲到这边的话来讲的话进入到墓地然后呢棕熊伯鲁然后跟巴西拉呢来营救他，然后呢要怎么样去营救呢这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丛林奇谈里面讲得非常的精彩了那我也希望说是在各位团长们如果可以的话，在自己的团旗会里面的话可以带领进去的一些游戏呢，就可以更加的广泛然后不管是歌或者是舞或者是游戏在这个段落里面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加很多游戏在这里面的我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营救毛克利就是他们同一个小队他们就是班大洛，然后呢我们请别的小队呢派出他们的小队长，然后到别队里面中间然后呢再请别队的呢就是交替，然后去抢救他们的小队长那看哪一个小队呢第一个营救出来他们的小队长这个游戏的话来讲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大家手牵手，然后面向外然后别队的小队长在正中间然后来抓这个小队长的呢又是别个小队的一位推选一位出来然后就有这一位呢来抓这个小队长，然后这一个小队呢来保护这个小队长我觉得这个游戏玩起来抢救毛克利我觉得也非常好玩就是我有时候讲到这个环节里面的话，大概都会玩的都会玩的一个游戏跟大家分享，搞不好大家有更好的一些游戏也不一定。好，然后讲到卡阿的话是要来救毛克利的吧那所以说来讲大蟒蛇的展现在我们童军里面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有些伙伴都会称为这是我们童军的童军操然后2期蛙人部队他们有所谓的蛙人操那我们童军里面事实上也有一个童军的蛇舞操真的是不得了而且这个蛇舞呢一操练起来的话真的大家都会起立叫好然后都会肃然起敬因为这一些真的是要有一些底子功夫底子我只能这样讲，只是现在有时候真的也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现在孩子不像早期的我们以前真的还更厉害更不怕痛也更不怕怎么样那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好像就有一点
不像我们当年这个是蛇舞的部分哦，有这个时间啊，各位团长可以去 Google 看看哦。蛇舞到近年为止的话，的表演哦，那甚至说在有的蛇还会喷火的哦，还有在加喷火的哦，甚至还会再点烟火的也有哦，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因为都是小孩子的创意嘛，因为他有训练到这样子然后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里面的话，如果可以展现出来的话，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哦。好，那今天大概我们就谈到这边好了哦，我就大概是再回复了再去讲述我们卡阿远征的这三节好，就是在做一个回顾，然后再重新的来做一个讲义这样子哦。好，那各位团长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吗？好，好，各位伙伴，那所以今天我们到这个阶段嘛，好，那我们先来合影一下好了。好，蛇舞操，这我还第一次听呢。跳蛇舞我有听过，所以蛇舞操，团长你们团内还有在运作这个部分吗？我们团现在比较没有了。比较没有，但是在10年前，我们团事实上有，我们几乎也会去做表演。这个是大概要几个人可以做得起来？你看是要1条，还是要2条，还是要3条都可以。OK， 所以就是说有小队只要有人带头，那可以演出来1支、2支、3支、4支都 OK， 那可以串联成1支，串联成2支，然后。就看怎么样的排练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排练的话来讲的话，真的不会输给蛙人操了就是真的跳起来要能滚，要能爬，然后要有一定的腰力跟脚力等等这些，然后还要非常的有默契的去做配合，这个不可能是说学了短暂时间然后就可以出来表演，比较没办法。应该最起码也要有1个学期左右的时间那你像高中生的话来讲的话，以我们现在的社课的话来讲，大概是18堂18堂，那18堂乘以2 ，36节，36个小时，半学期36个小时那除了正常团集会，然后你还要再额外再拨时间出来，然后去训练这样的一个蛇舞。那时间真的是可能都要让孩子们在课余的时间再去敲出来。那我们国中的话来讲的话，上课的时间就比高中生更多了。高中生是社课嘛，那国中生是的联课，每一个星期的话固定有两周，然后我们如果额外有特别团集会的话，还可以利用在假日。所以说国中生的话的时间会再更长。更有训练时间。那国小生的话来讲，除了有一些学校的话来讲的话，不是朝会就朝会时间看是礼拜几不一定不然的话来讲的话，就是通常是在礼拜3的所谓的联课时间或者是他们学校有制定的一个所谓的社课时间。那国小生的话，时间就比较不一定比较不一定。那应该最好运用的时间，如果要学这个的话，应该是国中生会比较好。但是国中生现在孩子们养的都是饲料鸡我们真的也不怎么敢让这些国中生的孩子去做这样的尝试，反而是高中生高中生只要小队长或者是五股干事们、连队长他们说实在的意向真的非常的高，那就可以来组队，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蛇舞的一个操练，然后将来如果有机会做这样的表演如果是我们社区长的话来讲的话，资料吗？影片的资料吗？可以你们就 Google 就有，你就给他打童军蛇舞就有了。蛇舞跟蛇舞操是一样的东西吗？
蛇舞操跟蛇舞是不一样，但是原则上你去看到蛇舞的话来讲的话，大概就知道这里面操演些什么，操练些什么，因为这些要滚啊，要翻啊，要卧倒，然后拉起，哦，然后这些都需要体力的，对，但可以去酷狗啦，我们 YouTube 里面蛮多的，有一些学校说实在做的还真的蛮不错的，你像这种舞的话，好像国外就很少。那如果有代表团，将来有代表团的话，出国的话，我觉得说实在这个是可以演练去表演看看的，我觉得应该也会得到很大的喝彩。这个好像就只有我们台湾有而已，我看马来西亚好像也没有所谓的蛇舞，对啊，然后香港也没有，我好像从来也没有看过，我们有哪一些国家有像我们台湾这样把这个蛇舞二蛇舞，说实在表演的，说实在这么的精彩的。好，那各位团长，今天我讲到了飞鸢的这个部分，然后多加了所谓的养鸽子哦，我不晓得大家对于鸽子的这个宠物的想法怎么样哦？那以现在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在都市里面的话，好像鸽子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哦，很少见，不多了哦，不像早些年，事实上有一些透天房或者是比较高耸的房子啊，那一种大概楼上大概都会盖那个鸽舍哦，好大哦，然后就是在晒鸽这样啊，好像近几年好像比较不流行的样子，还是我们真的没有在注意啊，不然的话，养鸽子致富的倒是听说过了。倒是听说过，因为听说以前的博弈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鼓励孩子并不是在博弈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在说每种动物说实在它有一定的习性，然后利用它这种的一个习性惯性，然后说实在来让自己呢得到一些对于生活上的一些好处益处，就比方上来讲我刚刚就有谈到所谓的飞鸽传书等等，如果说实在又要用童军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来讲的话，这个也是在于我们童军所谓的童军技能里面的童军警探之处，像梅腹庚辰战役里面应该也有这么小小的一个段落，是在讲说飞鸽传书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曾经有听过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去查书就是童军警探或者是我忘记那一本书，大概里面也有大概有写到这一个部分。那所以说我们童军的童军里面的警探之术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多人真的已经都偏掉了。那事实上我今天我在空闲的时间，在开车的时间，大概我也有去看我之前我所讲的就是说童军警探之术跟我们童军的所谓的这些技能进程到底有没有相关联那我觉得说实在，因为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当然有一些慢慢真的也都被淘汰掉那但是那一些东西，我认为说实在真的也都是最基本你像沙盘推演，幼童军也有沙盘推演所谓的沙盘演术然后利用丛林奇谈，然后请他们去排练这个故事背景人物等等，然后大家说实在就在这里面排，然后大家一一的去做讲述我相信说实在有上过柚木章的
这个课程里面有一段是这个部分，对吧？好，那各位团长们，有没有什么要反馈的？我还有问题要问，我们先来合影一下。好，然后谢谢。那个我们待会来提问问题，好不好？我看一下。好，各位伙伴，就是要开镜头的，镜头可以开了，现在 OK 了吗？好，这边看。谢谢观赏费学院讲座。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快乐。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